是绊到东西还是滑倒。那摄影师看到他滑倒，想要去拉他，但是没有拉住，就也跟着被带下去了这样子。大家的前提是觉得我们会复拍，但是其实我心里是没有这个打算的，因为我觉得第一，工作人员的心情是难以平复的；第二，你要叫我们再回到那个场景去接续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，是很大的折磨。大家一定都是很难过的，看着自己工作上的伙伴就非常突然的就这样子就走了，那个当然当下一定是很没有办法接受的。出事地点在25公尺左右的高处，两人坠谷后头部撕裂骨折。剧组人员回顾当天，他们只靠这条被扣环固定在山壁的绳索和一双速吸鞋爬上爬下。基本上公发的装备就是一双速吸鞋，对我来说，我当然是觉得不够的，因为它等于它只能保护我们下到那块溪谷地的过程中的部分安全。那但是我们正式的工作是下来之后才会开始，所以等于是反而是工作中的时候并没有其他可以保护的方式。剧组人员不断反思当初少了什么配备。首先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安全帽吧，因为听到的状况是他们头部撞击的状况比较严重。那再来的话，沿着这个悬崖边比较危险的位置有做一个戒护的话，或许也有可能会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。预算考量于一切，成本考量于一切。为了作品好的情况底下呢，就有些东西就没办法全面顾到，比如说安全跟权益都是被牺牲的部分。还有对法令不熟稔，缺乏危害辨识能力，也可能造就悲剧。当你不知道危险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懂去做防护。民国102年治安法定劳工可行使退避权，也就是说，当剧组人员发现违反法规或有立即危险，有权终止拍摄。初有男主角炎亚纶挺身而出，宣布停工。但如果下一回没有艺人带头，幕后人员敢开这一枪吗？行使退避权的动作的时候，那个会导致的后果就是被骂而已，然后而且可能就会被换掉，就是可能你会丧失这一份工作。